Hello， 大家好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不使用任何指标，只是简单的价格行为的交易策略。最初的灵感来源于这个视频啊，他介绍了这个卡夫曼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的这个 3-day trade 交易策略。我在大体观看了一下他的这个策略的内容之后啊，我发现他跟我在去年开发的一个策略啊，并且实盘过的一个策略，在进出场上逻辑很像，所以我觉得就是它这个策略啊，应该是有一些这个盈利的概率优势的。那么我今天要做的就是把它这个策略啊，带着大家逐行代码的去实现一下。这里的逻辑还是很简单的，所以我直接使用它原视频这里面这个图讲一下就可以了。就是连续3根 K 的收盘价，红色的是收盘价，连续3根 K 的收盘价都低于前一根 K 的收盘价时，我们做多啊；反之的话就是做空。总结一下，其实就是说，连续多少根 K 线的收盘价都低于前面多少根 K 的收盘价时，我们就进场啊做多或者是做空。它的出场条件有2个啊，第一种的话就是反转信号出场，也就是当我们比如说我们目前持有一笔多单，如果出现反向的空单信号的话，我们就平仓出场。第二种是进场之后，如果这根 K 线收盘之后产生了盈利，那么就直接平仓。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原视频回测的结果啊，还是具备一些这个普适性的意义的，它在很多个商品上都是有这个盈利的效果的。但是不知道是平台上的这个语言上的差异，还是说什么原因啊？反正是我是，如果完全按照它策略的逻辑来回测的话，绩效反正是不是很好啊，所以我就稍微把它修改了一下啊，因为它里面的逻辑啊，跟我之前实盘过的一个策略啊，在进出场上很像啊，其实就是这个 TD 序列啊，也叫德马克序列啊，进出场。所以呢，我这里就稍微把它融合了一下，就得到了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策略啊。原始的策略它是说适合那种高噪声的市场啊，也就是适合做震荡。但是我其实是在它的基础上啊，对于它的这个进出场信号进行了反转啊，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比较适合这个趋势性的市场，比如说它在这个黄金上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这里的话是使用的默认参数情况下的一个表现啊，个人觉得还可以啊，毕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参数优化，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稍微再去优化一下这个策略啊，它应该可以给你带来一些盈利上的概率优势的。对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它的进出场模式啊是没有使用大家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硬止损的啊，也就是说必须固定在某一个点位进行出场的啊，这个它是没有的啊，它是使用的这种出场机制啊，按照一些固定的逻辑进出场的。有些观众可能就会说啊，怎么没有止损呢？这可不行啊，不能没有止损啊，你这是在赌博。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个如此的大惊小怪啊，因为很多的这种交易高手啊、交易冠军都是不使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硬止损的，并且如果你是做量化你都不用做太久啊，你只要是做过一段时间啊，写过不少的策略之后啊，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只要把你的这个进出场逻辑就是给你的这个策略加上大家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止损之后啊，你的绩效都会相应的打折扣，这是你为止损带来的这种安全感要付出的代价。止损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会伤害利润啊，并且扩大你的回撤的啊。我又说了一些这个离经叛道的话不要喷我啊。我个人也是使用止损的，只不过我的止损不会太小了，我需要给市场一些波动的幅度啊。
那么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硬止损，它也并不是说让你的风险无限扩大。你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出场机制来最大程度去限制你的风险并且也不至于说把行情逼得太紧。并且即便是你不使用这种传统的硬止损你也可以使用应该叫做什么？软止损或者影子止损吧，反正就类似于这种逻辑的东西吧，讲起来还有点麻烦，大家自行搜索一下。还有就是，其实市面上的很多的这种看起来正确的道理如果你真的愿意花精力去在大范围的测试的话，很多这种正确的道理其实也不见得正确比如说常规的这种截断亏损让利润奔跑。如果你真的大范围的测试过的话，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懂得截断利润反而会让你的整体绩效变得更好。其实我之前是想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讲这些的，讲这些大家都知道的看似正确的道理但是我后来一想，如果发出来的话，可能又会引发很多没有必要的争执这样会也会影响我自己做视频也好，做策略的一些乐趣毕竟有些人的利益你是不能动的有些人的认知你也不要妄图去修正它有些东西只能是属于你自己的分享给别人不会有理解只会带来更多的嘲讽。不过万一如果有人是真的对于这些普遍的认知产生过怀疑那么建议你在大数据大范围的样本情况下进行测试，去验证一下这些道理究竟正不正确。注意我说的是大范围的样本情况下去验证你不要在个别的案例某几个策略上去寻找答案。如果你真的为此付出了精力，做过研究之后你也可以思考一下，就是目前大多数人脑海中的这些认知、这些道理最初是谁传递出来的？如果我们大家都无一例外的去遵守这些规则的话对于它有什么好处？好，那就不多说了说多了也没什么用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源码带大家去实现一下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策略还是点击这个菜单栏上的这个 ID 它会打开我们的这个 MetaEditor 我们就在这里面进行代码的编写。首先还是一些这个版权声明类的信息这个对于程序的运行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大家可以不写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尽量加快一下这个过程，不让视频拖得太长我会把这所有的这个外部参数包括我们的库的引入进行一个实现。好，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对应的这些外部参数包括我们做交易的这个 trade 类。针对于这里的盈利时平仓我要说一下的就是，其实这个功能我个人觉得倒是可有可无因为不过这也看商品最起码在黄金上的测试来看，我这里如果是不启用它的话，这里的回测结果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启用它的话，那么多了一个出场机制的话，首先它的交易笔数会更多但是多出来的这些交易笔数并没有给我们的绩效带来很大的提升那么从盈利因子来看，它还是有点下降的但是它的采收率是上升了。所以这个功能怎么说呢，就大家自行测试吧，因为不同的商品可能表现真的是差异还是挺大的所以我这里就保留了一个开关大家可用可不用。好，那我们再把这个 Bus Total 给它声明一下，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在每根 K 线的开盘价去运行一次
然后在 on init 的方法里面，我们使用这个 trait set export magic number 把用户输入的这个 magic number 给它绑定一下。然后这里的意思就是判断一下当前的运行环境，如果是回测的环境的话，我们就不要显示它的这个网格线啊。这个的话，你们可以把它删除掉，其实无所谓的。主要是我喜欢没有网格线的这个界面啊，看起来比较清晰一些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 on ticket 方法。但是在写 on ticket 方法之前啊，我需要把这里的这个我们常规的这个is new bar 和我们的signal， 也就是我们的信号方法给它补充一下。这里的话我就一遍写了啊。好，这里的 is new bar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吧，这已经讲过 n 遍了啊。就是获取一下当前持仓的这个 bar count， 然后跟这里的全局变量进行一个比较啊，就是判断一下是否有新 K 的产生。我们主要看一下这里的 signal 啊，这个 signal 的话，如果你这里的这个set up， 也就是连续多少根和比较前面多少根这个数值它是固定的，比如说原始策略的这个3和1的话，你可以是使用这种硬编码的形式啊，比如说 close 1大于 close 2close 2，并且这个 close 2大于 close 3 close 3大于 close 4啊，这样的写法也是没毛病的啊。但是我们这里因为是考虑到针对于不同的品种的话，这里的 setup 和 cut down 的话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我们这里使用这个 for 循环来替换那种比较固定的一个写法啊。这里就需要注意一下。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的多空条件，我们是进行了一下这个拆分啊。因为按照原始的这个卡夫曼，他对于这个策略的说法的是，他的出场的逻辑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他的多单他会多拿一段时间，他的空单他会尽可能少拿一段时间啊。那么针对于它这里的概念的话，其实就是我们量化中常规的一种多空拆分的做法。但是大家在使用这种概念的时候要记住啊，你只要是多了一组参数的话，你就针对于你这个策略就是多了一个自由度啊，那么你这个 overfitting 的概率就会相应的增加一些。但是从逻辑上来说，你把多和空拆开来看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合理的啊。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做指数的时候，或者说是常规来说就是做股票的时候啊，上涨的市场环境和下跌的市场环境是有很大的明显的区别的啊。所以逻辑来说正确，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应用的话，你就要进行一个取舍啊，因为它增加了自由度啊，会造成 overfitting 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明白。好，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 on ticket 方法。但是在写 on ticket 方法之前，我还是需要把这个统计持仓的方法写一下，因为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有一笔多单存在的话，那么你新增的这个开多的信号就不要做了啊，所以必须要有这个方法。好，那么方法写完了，我们在这个 on ticket 的方法里面进行融合，进行这个调用。这里就是首先获取下多空的持仓数量，然后再获取下我们具体的这个 signal 啊。如果是多单为0，并且产生了多单信号的话，我们就 buy， 否则的话就是 sell。因为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如果是 stop and reverse， 也就是使用反向信号出场的逻辑的话，我们这里还需要补充的一个方法就是平
空，这里的话就是平多。视频比较长了，这个我们下个视频再补充吧。我们先把开仓的逻辑写一下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